奇闻怪谈青灯行，鬼语同行话不停。记录身边灵异，讲述世间奇谈。晚上好啊，朋友们，我是凯神，我又给大家说故事来了。这今天晚上我在给您讲故事之前，我先给您听一个声音，您先听听我接下来发出来的这是什么声？刚才我这声音不知道您听没听出来这是什么声音？我直接告诉您啊，这是我上牙磕下牙的声音。但我估计有些朋友呢不理解，上牙磕下牙能出这声是吗？您现在试着跟我做做，拿您的上牙别太使劲了啊，撞击下牙，一撞完了准是出这声。那为什么我给您发出这声音来呢？一开场因为一会儿故事中啊，它跟这声音它有关系。我是怕什么呢？有些朋友没生活经验，可能人家在生活中不注意这些，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，所以我呢先带着您把这声音弄明白了，一会儿后边咱好说故事。接下来咱要说的这故事呢，是咱们家一个来自东北的名字叫老金的朋友给咱提供的。这大哥03年年底的时候来过2次，我估计有些朋友还记得他。今天他说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一个朋友身上的，事情是发生在90年代的末期，就在他们东北。老金的这朋友呢，80后早期的，90年代末期的时候应该就是上初中或者是上高中。上这高中高2这年吧，有一年冬天，当天晚上的天特别冷，得零下15度以上。这天晚上爸爸妈妈原本是去姥姥那儿吃饭去了，结果呢吃到了8、9点钟，下起大雪来了，那雪大的吓人。结果大概是10点不到，他爸他妈给家里来的电话，说今儿啊我们回不去了，雪太大了，只能住你姥姥这儿了，你自个儿锁好门窗，晚上自个儿睡。这哥们儿是个大小伙子，而且呢这会儿也已经快上高中了，或者已经都上了高中了，自个儿睡一觉是无所谓的事情。当天晚上呢他也没想这么多，11点来钟自己洗吧洗吧，躺床上就睡觉了。可是睡着了之后，他们家楼是住在1楼，忽然间迷迷糊糊的就听见窗根底下传来奇怪的声音。这声音一开始特别小，但是由于晚上太静了，没2下还是把他给吵醒了。可醒来迷迷糊糊的，他听窗根底下的声音，他听不出来是啥事儿。一开始他听不出来这是啥声音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结果自个儿一琢磨，哎呀，这窗台子上别再进耗子了吧？这怕耗子的人特别多，你看我本身就怕耗子，我告诉您啊，你让我选择见鬼或者见耗子，我宁愿见鬼。我真的怕耗子就怕到这个地步。这哥们儿也是一样，特别害怕老鼠。当时他就给误会了，以为家里啊不是住1楼吗？他那屋的窗子那儿爬进老鼠来了。结果马上他就开了台灯，然后站在床上起了身，朝着自己那窗根那望。可是窗根上什么都没有，除了放着几个破干了的花盆以外，窗上有个大铁护栏，那铁护栏里没有任何的东西。可是就在这说话的功夫，刚才那声音是越来越大了，明显在他们家窗根底下传来的。这会儿这小子稍微壮起胆来了，打床上一看没有老鼠就下来了，然后走到窗户边上，探着头就往窗外瞧。结果探头往外这一看，妈呀，只见这窗根底下就在这铁栅栏下边蹲着个男的。这男的穿了一身棉衣，灰吧乎乎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衣裳，就在他们家这窗栅栏下边蹲着。当时他那个角度能看见这男的的头顶和侧脸，这男的脸色发紫，2只手揣在衣服袖口里边，身上棉衣按说穿的是够厚的，可架不住当时外边的气温，而且这男的冻得哆哆嗦嗦，一直在那儿打摆子。
当时他就站在窗子这儿看了这男的有2秒钟，瞬间就感觉到害怕了。我操，这干啥呢？这大晚上的上我家床根底下。而且东北人都知道，这冬天这么冻着，甭管你多好的身体，你绝对是扛不住的。所以这会儿他在屋里就开始忐忑上了。哎呦我去，我是开窗户喊的一声，但是这些只是他想想，他不敢开窗子。谁知道这男的是干什么的？大半夜的蹲人家窗根底下。结果当时他就有点束手无策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赶快就把窗帘给拉上了。拉窗帘的时候还检查了一下窗子有没有关紧了。当时自己躲在屋里边，越琢磨越不对，而且当时呢，把脑子的重点都放在了自己屋里这个灯上。你说我到底是开着灯假装屋中没人，还是把灯关上？可是自个儿一琢磨，这不掩耳盗铃吗？刚才又拉窗帘又关灯的，这不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屋里边是有动静吗？而且这人冻成这样，我在屋里边待着，我不管他，这也太不尽人意了。结果自己在屋里边坐床上纠结了可能得2分钟，后边自己下了个决定。算了吧，他又进不来，他能干啥呀？我上床根那问他一声吧。决定之后，自己又重新走到床边上，把窗帘扒开个缝，然后窗子可没有开开，直接自己敲自家窗子玻璃。那个，你在我家窗子下边干啥了？你不冷啊？你这不一会儿冻死吗？他这话一说完，窗根底下坐的这男的反应特别大，咯噔一下就在那儿半蹲着站了起来，起身之后转过头来，正对着窗子，然后全身打着哆嗦，上牙撞着下牙，就跟他说话了。太冷了，这外边实在是太冷了，不认道了，没地儿去。什么玩意儿？不认道了是什么意思？咱们这哥们儿傻不乎乎的听完他说，还跟着接话。那你家住哪儿啊？你不认道了？要不我帮你打个电话，我给你报个警。可是这男的在门外边继续重复刚才的话，就跟个复读机似的，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。当时头一遍重复的时候，咱们这哥们儿没觉着什么，可是这一模一样的话，连个重音都不带差的，连续重复到第3遍的时候，咱们这哥们儿害怕了。这神病，这人干嘛的？但是这一下他把这人给惹着了。打这儿开始，这男的就不带停了，哆嗦着牙撞着牙，在他家窗根底下复读刚才我给您说的那句话，而且声音还特别平稳，跟念经似的，一遍接着一遍。顿时间咱这位兄弟后了悔了，招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这怎么办呢？结果干脆自己屋里都待不了了，打自个儿的卧室钻出去，跑到他爸妈屋去了。到了爸妈屋，临过客厅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灯全都开开了。由于爸妈屋里边有电话，坐到爸妈屋子里边锁上门，当天夜里是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直接给他姥爷家打电话了。当时接电话的还真是他爹，他爹不住他姥爷那了吗？喂，谁呀？结果这会儿咱这哥们儿已经崩溃了。爸，咱家闹鬼了。他爸一听，啥玩意儿？啥闹鬼了？结果他就在电话里边阐述刚才来的这个人出的这些事儿。可是又万没想到，他把这事儿一说完，他爸在电话里边卡了壳了。不是，你说啥？这一卡壳就是好几秒，他在电话这边着急呀，不是爸，喂，断了，爸，你听得见吗？可卡了几秒之后，他爸终于回过神了。那啥，你，我现在这也回不去啊，这，你要不这样吧，你等
你等我啊，一会儿你准备开门啊，我给你明叔打电话。明叔是他们家邻居，跟他爸铁哥们儿。本来他们住这房子就是回迁户，这明叔跟他爸打小一块长大的，就住他们家楼上3楼。当时电话他爸说完就给挂了，挂完的确没有一会儿，他们家就有人敲门了。外边这一敲门，咱们这兄弟吓崩溃了，站在客厅里边喊了半天呢。你谁呀？你是明叔吗？结果明叔在外边回答了得5、6遍，他才确定了，才给开的门。这一天晚上明叔也没去他们家，直接把他接到自个儿家去了。他晚上是跟明叔的儿子一块睡的觉。可是他半截问了半天明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结果明显明叔的表情不对，好像是知道些什么事情，但是没给他说过。然后等到转过天来，咱们这哥们儿照常上课，但等晚上5、6点钟回了家，刚一推开门，一看他爸妈已经在屋子里边炒了4个菜等着他了，而且打一进门，他爸妈就嘘寒问暖的跟他说话。这时候咱们这小伙伴就已经知道了，指定是有什么事儿了。可结果他这爹呀倒也不避讳他，当天晚上就把实情跟他说了。那什么，宝儿，你今天哪有不舒服吗？啊，有啥地儿不好受？咱们哥们听完，没有吧，我就是害怕昨天晚上确实吓着了。然后他爸马上又跟他说，你看看我跟你妈又炖的鸡汤，又给你弄的牛肉，都是壮实的东西，你一会儿可劲造啊！但是我得告诉你，晚上你不能再在那屋睡了，我跟你妈睡你那屋去，或者你妈要是害怕，我自己睡你那屋，你跟你妈睡。结果咱们这哥们一听，为什么吧？不是我昨天晚上遇上的是什么呀？然后他爸咂摸了半天嘴，哎呀，你要说你也大老爷们了啊，你不应该怕这些东西啊！你窗根底下那个，昨天晚上为啥我这么大反应呢？就是这房子咱刚分过来的时候啊，那会儿打以前的房子刚搬过来，你也就4岁吧，可能都不到4岁。结果就在当年，我跟你妈住这房子可能都还没4、5个月了。当年冬天半夜2点多钟，那会儿小屋啊空着，你不可能让你自个儿睡呀，你小啊。可我们俩还是隐隐约约听见小屋那床根底下传来呀哎哎呦呦的声音。结果大半夜的，你妈害怕呀，就不让我去看去，我们就没看。然后转过天来，那会儿起得早啊，7点多就起了。我天哪，我一出门，你小屋床根底下冻死个男的，这男的把我吓坏了。当时我一猜就是昨天晚上在那儿哎呦哎呦的，应该就是他。我当时还说你妈了，我说咱应该救他一命啊，可是当时实在害怕没出去。但这事儿也不能怪咱家呀，是吧？咱也不知道啥情况啊。后来警察把他弄走了，然后据警察当时搬他那个尸体的时候啊，说应该是喝酒了，身上都是酒味儿，但是已经没辙了，人都冻成冰棍了。这些年也没发生过啥邪事儿，所以我们就没拿这个当回事儿。可是万没想到，你说昨天晚上他咋吓唬你来了呢？还有就是兴许是你看错了，我这是也是昨天晚上让你这么一说，把我给弄惊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就这么个事情啊，完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像这种故事没有什么就是曲折的什么剧情啊，怎么回事啊，没有这些，就突发事件，后边也没再闹腾过，就这一下就翻了篇了。但是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巧合，是真有人在他门口迷了路了，冻着了，也说不清楚。但是这事儿的确是太巧了，可是往往好些个吓人的事儿都是这种巧合造成的。但是我跟您说，在东北冬天冻死的，搁在早些年前真不是事情，经常常见。不信您问问东北人，
哪年呢都有。那记录身边灵异，讲述世间奇谈，朋友们，今儿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明天的故事更加精彩，咱明天晚上继续白话。